它呢是美国陆军的噩梦，它是闻名世界的战场磨刀石，它代表着世界最强部队的力量，它就是美国欧文堡基地。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我们都知道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一支部队来说，一个强大的对手是对一支队伍最好的考验，因为其不确定性加之对敌作战时揣测敌人意图是极其困难的，也印证了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但是如果在和平年代，这种想法就非常困难了。如何能够最大程度地树立一个最强的对手，来检验和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呢？是自古以来每个国家每支军队所极力追求的。也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假想敌部队就应运而生了。假想敌部队又称为影子部队，在西方又称为红军，其部队军官和士兵都是精英人员，编制装备均模拟外军，可以说都是按照最高标准来配备的。通俗点来说啊，假想敌部队类似于体育运动员的陪练。世界上第一支正规的假想敌部队是1966年以色列组建的外国空军模拟大队。作为当今世界最强的美国，其军事实力自不用多说，无论是对抗苏联、侵入中东，还是深陷越南，乃至想要主宰世界的最高追求，抛开胜负不说啊，其庞大的国力、财力纵横江湖几十余载，都向世界证明了自由民主掌握核心科技，有钱真的是可以为所欲为。但有钱是一方面，如何用才是正道。印度就是一个标准的反面教材，而美军呢，则是树立了良好的形象。随着美国统治力的提高，作为代表着世界第一国家的美军，可以说是各方面都走在了世界最前列。当然，部队战斗力才是最根本，所以世界第一的美军也就诞生了世界第一的假想敌部队——欧文堡红军。欧文堡，美国著名的国家训练中心，是在美苏冷战的格局下，美国为了研究这个唯一的对手，在1980年建立的。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巴斯托市东北60公里处，世人遂简称其为欧文堡。驻扎着号称世界第一的美国陆军第177装甲旅、精锐第11装甲兵团。起初在战法和装备上是模仿苏军，发展至今已经是集百家经验于一身，扮演红军为美军训练提供强大对手。作为美国陆军最大的训练基地，欧文堡的主要任务是对驻美国本土的重型师、旅、营级部队在高强度作战环境中进行艰苦和近似实战的诸兵种合成训练，同时从参训部队中收集和分析反馈的训练信息，为陆军的训练、作战理论、编制和装备的改进提供第一手资料。简单来说啊，欧文堡就是一个练兵场，不仅各支部队可以在这里通过受虐来提升战力，还可以检验装备、战术的程度如何。为什么说是受虐呢？因为驻扎在这里的第11装甲骑兵团作为一位老师傅，实在是强得不讲道理。装备上的威力十足，数不胜数的坦克和飞机等各种装备，这个小地方的军事力量足以灭掉一个小国，而且人员素质极高。欧文堡的准则就是没有训练，只有实战。只要一进入这里，战斗就开始了。每支受训部队都会发现，想睡觉那是不可能的。为了应付如影子般的红军，要不停地调整部署、维修保养装备。一位曾经参加演习的美军士兵回忆，刚来没几天，我和我的战友们已经连续2天1夜没有休息了，而那些车上的弟兄们比我们还惨。阵地上戒备森严，到处都是配满的哨岗、密布的铁丝网、各种堑壕以及架在沙袋上的机枪，指挥所也是布满伪装网和沙袋，隐蔽值点满，昏暗的灯光下，各种作战地图混成一堆，枪炮声与电台声混杂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下达命令和属下打电话，不得不像在真实的战场上那样扯着嗓子喊叫。为了使训练更贴近真实，就连敲击键盘时也要全副武装，头戴防毒面具，因为敌方随时可能发动的化学攻击都是用掺有催泪性毒气的烟雾来模拟的，完美诠释了战争是没有公平可言的。红军之所以大有名气，还有它无人可及的模仿秀与真实性。各种假装备经过伪装，简直是可以以假乱真。红军不仅模拟外军生活，还装备了许多俄制装备，比如缴获来的大量 T72 坦克、T80 坦克等。对来到这里训练的美国陆军师、旅部队来说，这里所有的训练装备以及战术战略都是真实且无可挑剔的。可以说，欧文堡的红军部队称得上是美军最强战力，也是美国陆军的噩梦。
来到这里的美国官兵基本上都是哭着回去的。知名的穷则穿插战术，富则火力覆盖，都是被红军玩熟透的。不是我们太弱小，是对手太强大。欧文堡几乎每个月都要虐人，每次演习时长平均1个月，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白天黑夜，红军不断地折磨着来这里受训的美军各部队。1981年，欧文堡第一支假想敌部队第32近卫摩步团成立。这支部队从穿着到战术战法都完全仿照苏军的摩步团的全部特点，穿着苏军制式服装，装备苏军制式装备，训练中按照苏军的作战思想和战略战术与美军进行对抗演习，甚至按照苏军起床号作息，吃苏军的早餐等等。在担任红军的过程中，这支部队战胜率超过90%。到了1997年3月15号，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进行了为期2周的21世纪特遣部队高级实验，由号称世界上训练最好的美国陆军第177装甲旅精锐第11装甲骑兵团担任假想敌红军部队，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数字化旅，美国第4机械化步兵师第1旅也在他们手下吃过亏。直到今天，美国各部队仍然同不断升级的红军进行着殊死搏斗。训练中心随处可以见伊拉克、波黑、索马里、阿富汗等国的军队标志。该中心全年可以训练约8万人，严格贯彻训练环境与真实战场的一致性，实行假想敌演习制度，而且拥有一支由700名具有训练经验并且严格选拔的优秀军官的训练队伍。蓝星第1支数字化战斗师，美军第4机步师就是欧文堡训练出来的，其所经历的苦难令人难以想象，但是效果显著。来这里参加训练的部队战力都有很大的提高。如果有一天有外星人侵略地球了，地球人该怎么打呢？答案是把东方蓝军跟西方红军结合成一支红蓝联军跟外星人作战，要用外星人来对付外星人。欧文堡的红军离谱程度可谓是地狱级别的，不仅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陆海空力量和没有任何问题的补给以及导弹支援，可以在任何时候实现战术核打击和生化打击任务，常常揍得美国军队是溃不成军，战场磨刀石，名副其实。当然也得益于这样严格的训练条件，美军的实战程度得以提高。1991年的海湾战争，虽然美军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作战，但是面对已经是8年老兵的伊拉克军队，没有显露出一丝弱势，反而是压着伊拉克军队打，完全是一副吊打的姿态。显然对于美军来说，欧文堡的外星人比伊拉克要可怕得多。通过欧文堡的实践证明，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的受训部队战斗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美国陆军领导人评价海湾战争中的第82空降师和第7步兵师等部队时强调指出，虽然海湾战争的胜利是多种因素所致的，但是部队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所进行的针对性很强的训练，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也表明了只有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这些影子部队之所以要在和平时期把指挥官们虐得流眼泪，就是为了让他们在作战时不为那些因为自己的愚蠢而流血牺牲的士兵而流泪。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